苞米地里一声惨叫，14岁少女被拖进青纱帐侵犯，恶魔竟因未成年逍遥法外。半年后，趁着夜色，他持刀破窗，当女儿面连同母亲19刀。从强奸犯到灭门凶手，未成年保护法护着的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鬼？这桩灭门惨案撕开了法律漏洞下最刺骨的恶。38岁的宋慧丽是黑龙江省巴彦县人。2002年和丈夫离婚后，她带着女儿明芳改嫁给通河县丰山镇青山村的农民于成义。因为家里经济拮据，明芳早早就辍学在家务农。明芳姑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怎料一双眼睛已盯上了她。2004年7月27日中午，明芳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去邻村的舅舅家送东西。当她骑到一处公路的转弯处时，突然从路边窜出一个人挡住了她的车子。她定睛一看，是同村的男孩赵立宝。正当明芳准备绕路离开时，赵立宝凶相毕露，他一把将明芳从车上拽下，就往苞米地里拉。明芳连忙呼喊，可周围根本没有人，两人撕扯着进了苞米地。赵立宝一把将明芳按倒在地上，惊恐万分的明芳又踢又踹，拼命反抗。赵立宝对着他的头部一顿乱打，明芳只觉得一阵剧痛，便昏死了过去。不知多久，明芳从下身撕裂的疼痛中醒来，发现赵立宝正趴在自己的身上，他哭着求饶，可赵立宝却变本加厉地蹂躏着他。发泄完兽欲，赵立宝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要敢说这事儿，我就整死你，把你全家都杀了。”然后他穿上裤子扬长而去。明芳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懵了，他跌跌撞撞地爬出了苞米地。剩下的路程，明芳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。身体的重创与精神的恐惧将这个只有14岁的农村女孩压垮。来到舅舅家，她偷偷地将弄脏的内裤洗了。第二天，舅舅舅妈才发觉她神色不对，反复追问下，明芳才哭着讲述了发生的一切。家人十分震惊，立即给明芳的父母打电话。宋慧丽夫妇急忙赶到了10几里外的弟弟家，接回女儿去通河县凤山镇派出所报了案。当天下午，警方在后山将正在放牛的赵立宝抓获。赵立宝很快就供认了自己强奸明芳的事实。明芳被送到县医院接受检查治疗。赵立宝被派出所带走的第二天，他父亲便托人到明芳家说情，想私了。宋慧丽夫妇气愤地拒绝了。出事后，明芳的情绪十分低落。正当一家人愁眉不展时，一个消息传来，赵立宝被放出来了。原来经公安机关调查，赵立宝户口上的年龄仅为13岁，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，属无刑事责任能力人。难道就因为岁数不够，一个黄花姑娘就白让他糟蹋了？宋慧丽一家悲愤不已。然而更大的烦恼还在后面。明芳被强奸的事很快在村里不胫而走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赵家人放出话来，说赵立宝一直在和明芳搞对象。宋慧丽走在村头，总听见有人在身后窃窃私语，明芳则更是吓得不敢出门。不久，赵立宝去了外县的亲戚家。宋慧丽家决定要到法院讨个说法，因为没钱打官司，他们只好借钱。为了还债，不久于成义就到外地打工去了。2005年2月1日，明芳母女一纸诉状将赵立宝告上法庭，要求其赔偿明芳医药费、交通费、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。经过审理，通河县法院认为，由于赵立宝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，其对强奸行为不负刑事责任，但由于其强奸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各项经济损失，应予以赔偿。2005年9月21日，通河县法院作出判决，被告赵立宝向明芳赔偿医药费、交通费、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9021元，由其法定监护人履行。赵立宝的家境在村里还算殷实，因为是家里的独子，备受宠爱。13岁的年纪已有1.7米的个头，体重也将近130斤。赵立宝初中没念几天就不愿意读了，
整天和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混在一起，还常常在家里偷看黄碟。得知明芳家到法院告了他，赵立宝于2005年8月末又返回了青山村。法院的判决书下达后，赵父气得天天数落他，骂他，一天骂到情急。赵父说，在外面惹事儿，有能耐你倒是摆平啊，这以后3天2头来要钱，什么时候是头？有能耐你强奸完明芳，你把他弄死呀！父亲这一席话把他刺激的血往上涌，上次被抓进派出所不也放出来了吗？我不够岁数，凭啥要赔他家钱？赵立宝便把这笔账都算到了宋慧丽头上，一个罪恶的念头从他脑袋里冒了上来。第二天傍晚，赵立宝便悄然来到明芳家周围踩点。他发现明芳家大屋的窗户没有插销，明芳的父亲不在家，那天有个同村的女孩在他家住，他悻悻而归。9月26日晚，干了一天农活的宋慧丽格外疲倦，8点多就和女儿明芳一起在小屋睡下了。迷迷糊糊间，明芳突然听到砰的一声，她忙推醒母亲，妈，院里好像有什么动静，是不是有人到院里偷黄豆呀？宋慧丽起身趴在窗户上往院子里看了一眼，见没什么异常，一翻身就又睡了过去。其实那砰的一声，正是赵立宝从明芳家的大屋窗户跳进他家。此时他正躲藏在明芳家屋里伺机动手。又过了大约20多分钟，里屋传来了轻微的鼾声。赵立宝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，借着月光，他很快分辨出了睡在外面的就是明芳妈。他掏出怀中的尖刀，对着宋慧丽的脖子就是一刀，来不及反应是怎么回事。宋慧丽本能的伸手挣扎，几乎同时，明芳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。他睁开眼睛，突然发现赵立宝正站在床头向母亲挥舞着尖刀。没等他喊出来，赵立宝便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压低声音说，别吵吵，老实点，要不我连你一块剁了。胆小懦弱的明芳吓傻了，竟一把扯过被子将头盖上，拼命钻进了被窝。接下来他听到了平生最恐怖的声音，扑哧扑哧。杀红了眼的赵立宝一刀一刀地挥向毫无反抗能力的宋慧丽，脖子、前胸、后背。后来经法医鉴定，宋慧丽身上的刀伤竟有19处。起初宋慧丽还挣扎着动弹了几下，没过5分钟，她便彻底不动了。此时快蜷缩到背底的明芳早已吓得浑身颤抖，几近昏厥。突然赵立宝一掀被子，2只黏糊糊的血手便伸向了他。明芳此时已吓得魂飞魄散。赵立宝并没想杀他，他胡乱地在明芳脸上啃咬了几口后便仓皇逃走。明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连滚带爬地跑到了院子里，大声喊，我妈让赵立宝拿刀捅了。前后院的邻居闻声赶到，众人慌忙拨打了110报警。不久警察赶到了现场，提取完笔录后，警方连夜追捕赵立宝。赵立宝早已事先设计好了逃跑路线，连夜走山路奔往临县木兰。案发第3天，警方就抓住了躲在一家旅馆里惶惶不可终日的赵立宝。面对讯问，赵立宝对自己夜闯明芳家杀死宋慧丽的事实供认不讳。从惨遭凌辱的阴影中还未走出的明芳，又目睹了母亲被残杀的情景，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，整日神情恍惚，恐惧与自责日夜折磨着他。他寝食难安，感到再也没办法在这里待下去了。不久，巴彦县的姑姑把他接了过去。闻讯从外地赶回的于成义悲痛欲绝。30几岁才娶上媳妇的于成义非常珍惜这个家，本想出去打工挣点钱，还上打官司借的款，好好过日子，没料到竟落得家破人亡的境地。老实巴交的于成义终于愤怒了，他发誓一定要给含冤死去的妻子讨个说法。赵立宝杀人后，赵家人不服通河县法院对明芳诉赵立宝强奸赔偿一案作出的1审判决，向哈尔滨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。紧接着赵家便搬家远走他乡了。待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的判决下来，赵家一搬走，
法院以明芳的继父不是其法定监护人为由，称无法执行判决。此时明芳不知何故也和继父失去了联系。因为打官司和办丧事欠了1万多元外债的于成义心灰意冷，他卖掉了饲养的家禽，地也荒废了。2006年3月7日，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批准，赵立宝被处劳教1年0.6个月。